当你看见新闻上闪烁的飞弹火光，当所有人都在盯油价又飙升多少，甚至担心下周去加油站要多花钱，我必须立刻告诉你一个残酷真相：这场中东爆发的震撼极热战冲突根本不是什么遥远的区域性事件，这是全球科技产业面临的最深噩梦，一场足以摧毁西古神话的超级风暴。各位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今天我们不谈那些表面的政治口水，我们要一口气撕开这场战争的伪装，带你潜入最底层的商业与物理逻辑，看看那几家不可一世的科技巨头们为什么现在全都在会议室里冒冷汗。大家以为科技业不需要在乎石油，以为写程式码跟挖石油没有关系，你觉得人工智慧是纯粹的数位产物，好像它们只生存在云端的虚拟世界，这就是一般大众最致命的认知盲区。云端其实一点都不轻盈也不缥缈，云端是一座膀大无比的钢铁伺服器场，这些被称为资料中心的运算巨兽每一秒钟都在疯狂吞噬海量电力。当战争瞬间结，断全球主要能源大动脉，原油价格就像脱缰野马一样往上狂飙，这马上就会传导到全球的发电成本。你以为只是电费账单变贵这么简单吗？错了，这是一场算力层级的锁喉战。没有廉价的能源，就没有廉价的算力。那些正在疯狂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公司，现在每天燃烧的成本直接翻了3倍。这根本不是在训练什么聪明的机器人，这是在把一叠叠钞票丢进焚化炉里。想一想微软和谷歌这几年买了多少核电，他们早就预判了能源危机的残酷到来。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热战彻底打乱节奏，原本计划好的绿能转型变得微不足道。当国家机器开始接管基础能源分配，你觉得政府会先供电给军事工业体系，还是分给你的资料中心去产生搞笑图片？科技巨头的算力扩张之路直接撞上铁板，这是一场没有硝烟但极度血腥的资源战。接下来我们看看更真实的物理学极限。全球化一直给我们一种美好的幻觉，好像只要按下滑鼠就能买到全世界，但战争立刻打碎了这个脆弱的童话。中东地区可是全球海运的绝对咽喉，当这条大动脉被飞弹和水雷彻底封锁，全球或柜轮只能被迫绕过好望角，航程直接增加将近1万公里的距离，运费成本瞬间拉升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你可能会说，科技产品大不了改走空运，毕竟晶片这种东西体积小，重量又轻。但你想过现在领空管制有多严格吗？各大航空公司的货机根本不敢靠近，保险费率飙升到连科技巨头都吃不消。我们正在见证全球供应链的物理断裂，那些高阶晶片就算在亚洲制造完成，也没有办法顺利且便宜地送到美国。这就像是一个人明明心脏还在跳动，但是全身的血管却被硬生生掐断了。苹果和惠达现在面临的根本不是竞争，而是产品完全无法交货的巨大黑洞。我们再把焦点转向另一个被忽视的战场。大家都知道晶片制造需要尖端的光刻机，但你可能不知制造这些设备的底层原料，那些被称为稀土元素的关键战略性矿产，有极大比例都控制在少数几个大国手中。当美伊冲突把地缘政治推向极端的对立，资源禁运就成了最残酷的经济核武器。这就像是掐住了整个现代科技业的喉咙。就算你有再多顶尖工程师与海量的资金，没有了那些微量但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你连一块最基础的电路板都生产不出来。科技巨头现在被迫花费天文数字的成本，在全世界疯狂寻找替代的矿产供应链。这根本不是一场科技实力的创新竞争，而是一场退回到工业时代的寻宝大作战。这说明了建立在沙地上的高科技楼阁，在残酷物理世界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更深一层的逻辑，让我们把视角拉高到全球经济学博弈。这场战争对美国带来的最大潜在危机，其实是美元霸权体系的结构性震荡。过去几十年，美国科技巨头为什么能赢？因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丰沛的热钱，只要华尔街不断把资金灌入矽谷里面，他们就能用钱砸出无法跨越的技术护城河。但现在战争引发了全球通膨大爆炸，联准会被迫维持甚至提高极端利率。当无风险利率高到让人怀疑人生的时候，谁还要投资那些充满风险的科技新创？风险投资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大冰河期，这就像是一台原本全速运转的超级跑车，突然之间被人抽光了油箱里面的汽油。矽谷那些靠画大饼撑起来的独角兽们，现在只能眼睁睁看资金链一条条断裂。这已经不是一家两家公司倒闭的问题，这是一整个创新资本生态系的崩盘。很多人以为战争对美国经济是好事情，因为历史上军工复合体总能大赚一笔。但在这次高度资讯化与全球化的时代，觉得历史经验早就已经完全失效了。当美国被迫将大量资源投入军事行动，国内的消费市场购买力就会急速萎缩。你想想看，谁是科技巨头最大的衣食父母？就是那些每2年换一次新手机的消费者。
当通货膨胀把民众的钱包榨钱到见底，当企业为了生存开始疯狂裁员砍预算，那些高昂的科技产品瞬间变成奢侈品，这是一个连锁反应的毁灭性死亡螺旋。前端消费市场的需求一旦彻底崩塌，后端所有的技术研发都会失去意义。此外，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网络空间的暗战。当现实世界的飞弹在天空中疯狂交错时，数位世界的战火其实早就已经全面点燃。这场战争引发史无前例的国家骇客攻击，目标全都是对方最脆弱的基础数位设施。科技巨头的云端伺服器现在成了最大靶心，微软与谷歌安全团现在必须全天候待命。如果这些云端资料中心被恶意程式攻破，那会引发比实体炸弹还要恐怖的瘫痪效应，这迫使科技公司必须投入巨额国防及预算来建立一套几乎不可能被攻破的防火墙。但这场风暴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变化是，科技巨头正在被迫进行军事化转型，这才是今天这支影片最核心的灵魂所在。当战争的阴霾笼罩整个地球的时候，国家机器会毫不犹豫地只用最强技术。你以为那些大型语言模型只能用来聊天吗？他们现在正被用来分析庞大的军事情资，甚至预判对方飞弹部队的下一步部署。无人机技术本来是用来送或是控拍，现在全部变成了执行精准打击的蜂群。那些自动驾驶的演算法本来是为了安全，现在却装载在无人坦克和自杀无人艇上。科技的本质在战争的催化下彻底异化，这根本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科技创新，这是一次拿人类命运作为筹码的豪赌。矽谷的工程师们现在陷入了极大痛苦，他们写下的每一行演算法与程式码都有可能成为战场上致命的杀人工具。这种内部撕裂会严重消耗企业竞争力。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商业模式的彻底突变，未来的科技巨头不再是纯粹的商业公司，他们会变成披上科技外衣的军火贩子。那么在这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到底有哪家企业能够真正笑到最后呢？我们套用赛局理论来做一次终极推演，那些极度依赖全球精密分工的硬体大厂，绝对是这次战争中最脆弱的牺牲品。只要供应链上的一个小节点瞬间断掉，他们价值数百亿的产品线就会全面停摆。反观那些掌握底层基础设施的软体公司，反而会在这种逆全球化的环境中崛起。未来的商业竞争不再比盼谁的成本最低，而是比盼谁的生存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最强。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宏观趋势正在成型，那就是主权人工智慧的强势爆发崛起。现在每个国家都意识到了资料及国安，所以各国政府开始疯狂建制在地算力，这会打破过去几家美国巨头垄断的局面。全球的数位版图正在被暴力的切割重组，这就像是网络世界重新筑起了高大城墙，每一座城墙背后都是一个独立科技生态。科技巨头的神话已经在炮火中彻底破灭，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更加封闭且危险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没有绝对的安全堡垒，唯有看透事物本质的人才能找到一线生机。今天这支影片揭露的真相可能非常沉重，这是我作为分析师必须说出来的残酷事实。我们不能再活在粉饰太平的科技美梦里。面对这个即将全面洗牌的商业大格局，你真的准备好迎接这个疯狂的时代了吗？当矽谷的巨兽们都在为了生存而颤抖，你手上的资产和技能还能保护你多久？欢迎在下方留言去写下你最真实的看法。如果这支影片让你对现状有全新认知，请务必点击订阅并分享给你在乎的朋友。我是为你深挖商业底层逻辑的分析师，我们在下一个震撼的真相中再见。